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时事评论员江宝珍。大家好。还要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到底是炸掉了还是还没？现在感觉很像罗生门，你知道吗？来，川普呢，他当时派了这个 B2 去，然后呢说投了这么多的炸料下去，但现在呢说没炸干净，他开始震怒了，炮轰讲的这些媒体叫做做假新闻，甚至呢他还直接的讲说批评他政策共和党籍的议员是可悲的失败者，反正就是我说他炸了，他就是已经炸，而且炸干净了。好，现在呢，老板说话，大家都有在听。本来这跟他意见不太一样的情报总监 Jabbar， 那现在呢也已经改口了，说没有新情报，很支持这一次核设施在空袭当中被摧毁的说法，这是新的情报。然后呢 ，CIA 的局长，因为下面不是说呢，就是白宫发言人讲的嘛，第一阶乳蛇有出来爆料，他现在出来讲没有，我掌握可靠的证据，这一些东西都被严重破坏，甚或伊朗外交部出来帮川普讲话，确实严重毁损。好，可是这两则新闻我会把它连在一起看啦，原因是因为我也看到了有新闻讲说伊朗还要求美国要赔偿你无缘无故来炸我的核设施，那我要去联合国告你，我要提出被炸的损失赔偿。现在呢，川普的讲法是为什么我知道他确实已经被炸了，而且那些里面的物资并没有被转走，也就是那400多公斤的核铀料呢，是彻底的被摧毁哦。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特工潜进去了，回报彻底摧毁，而且呢，他还来不及转移任何物资。但是这句讲话，以色列的讲法是这样说，这件事情我其实并不知情，我们有特工进去，是不是？那美方现在如果单方面的公开，会不会是有泄密等等的泄露情报的问题呢？反正大家讲的话都不太一样，甚至呢，他的副总统范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是怎么讲的？他的讲法是，空袭任务的成功在于瘫痪转换基础设施，而非一定要摧毁已存铀料。反正现在那400多公斤到底有没有被转移，大家的讲法都不一样。毕竟先前确实也有人拍到说呢，在 Ford 前面的入口有16辆的重型卡车，好像在紧急运送东西。川普讲的，下面的都会来帮忙他洗地，说他说的都一定对。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后续伊朗会不会继续研发核弹？目前伊朗的国会是已经批准了。本来在开战之前 ，IAEA 其实每天都可以去视察，然后去对到底那一些的核铀料在哪里。目前它已经终止4项的检查措施，也就是资讯已经开始不公开、不透明了。但是呢，川普很紧张的告诉你了，如果你要再重建核浓缩铀的计划的话，那我就再打你一次，而且呢，我会让你措手不及，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你要知道，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是什么？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金价我告鬼来 ，B2 轰炸机每一次出任务一架成本就是2000万，它这次7架嘛，就是114美元。钻地弹一个地方投2个嘛，那投了6个，那以上的话呢，一枚300万美元，你就再去给它算一算，每一台飞机它旁边还会有其他斜飞的嘛，24到30枚的战斧飞弹，反正总共算一算单方面支出就超过3亿6美元。100亿台币，就这么一趟行动。但现在川普换到了什么？他说：“我结束了这场战争，我终止了这场战争，而且现在我让伊朗重回谈判桌了。中东的战争因为我而确实结束啊！但是我现在已经把它炸了啦，有没有签？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到底川普要的是什么呢？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川普现在很生气，说他那一些伊朗核设施没炸干净的。”不但是混蛋，而且呢，还是做假新闻。不，我当然也有看到那个照片了。那地面设施全部炸毁。那入口也被炸毁。可是我看不出那个深有90公尺啊。人家是在90公尺下，洞口很大啦，一颗炸弹就13.5吨，炸了12枚，那当然洞很大啊。那地面建筑都没有了啦。对啊，
那入口，所以有人就说嘛，说这个是不是叫活埋策略了？就让下面的人出不来啊。你认为波斯人有那么笨吗？波斯人绝对比美国人还要更诡诈。你认为他在地底下都没有地下通路？所以我跟你讲啊，不只是409公斤的浓缩铀啊，那个到60%的，不知去向。对，而且事实上还更重要是，它下面有3000台离心机嘛。离心机你有看到被炸毁吗？有照片吗？没有啊，因为事实上它没有炸到90米啦。我说实在话，因为美国这个 GBU57当初的设算啊，是一般的土壤层，我们就叫厚土层呐，然后它可以炸60公尺啊。那伊朗这个佛多这个地方是花岗岩呢，硬的哦，而且他还担心被炸，所以做了很多加工的混凝土，做加强措施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为什么都附和川普说，对啦，严重损坏了，因为不想打了嘛。你这个时候如果有不同的声音，那川普面子挂不下，就只好再来炸，不然怎么办呢？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导致的几个后果是很严重的。第一个就是国际能源组织未来就没有办法监看了，所以这个409公斤的浓缩铀移到哪里，没人知道。那以这个工程来算哦，它大概到6到8个月就可以从60%提升到90%，然后再隔6个月，可能核弹就做出来了，等于1年左右。那你可能会问了，说他没有办法试爆啊，是对不对？对不起啊，以色列的核弹有试爆吗？以色列的核弹估计有200枚哦，为什么他没有试爆？因为美国帮他跑数据啊，他就照美国人跑出来的数据就直接制造啦，那你敢说以色列的核弹不能用吗？那你认为未来俄罗斯、北韩不会提供伊朗数据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高啊。所以你去想嘛，如果1年多之后，我估计伊朗也不会那么嚣张啦。比如说2年之后，伊朗做了10枚核弹，他就出来讲啦，我已经有核弹了，那他也没有试爆啊，你来试试看，你美国来炸试试看啊，我就占领对面卡达的乌达尔空军基地，美军1万人，你来拼拼看啊。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是我们从短的、长的来看，短的来看，当然大家不想打了嘛，而且目前伊朗还没有准备好嘛，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打了。然后我就呼吁你川普了，你讲的都对啊，英明伟大，你讲的都对啊。今天那个不是发现那个苏莱曼尼的接班人出来了吗？我原来没有被炸死，他躲起来了啊。那今天出来，群众一片欢呼啊。那哈米尼再过个几个礼拜他就出来了，他现在不敢出来啊，还在危险期。当然是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说，川普你讲的对，你讲的对 ，CIA 你对了啊，那个 Goba 你不要乱讲话啊，所有的负面的 CNN 那个记者被川普大骂说你就是一只狗啦之类的啊，那个 CNN 那个女记者不要人身攻击啊，川普。他就真的这样骂啊。那 CNN 那个女记者连续写了2、3篇，就是美国有另外一个情报管道，就是实际上就是只有地面被炸掉，入口被炸掉。那反正大家都不要讲话嘛，反正大家都觉得不要打那就不要讲啊。可是后果，我跟你讲，这次有2个后果，对以色列都是极不利的啦。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铁穹神话没了，以后人家就知道怎么打你了。那第二个是国际能源总署的监督没了，所以他这个以后就地下化。那除非俄罗斯、中国、北韩都不帮忙，
不然我认为他1-2年内一定做得出来。因为核弹没有那么难呐，我跟你讲，主要是被监管嘛。所以你现在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嘛。我看你以后怎么办，反正到时候川普搞不好都下台了。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很在意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离心机如果还在的话，其实可能真的就不会拖延它太久。那会不会就像亮哥所讲的，你的1年多的时间，真的它就发展出来？来请教一下盛峰老师。川普在台湾叫川普，在大陆叫特朗普，另外一个新称呼叫做特不靠谱。他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呢，这个半场开香槟。不要到中场，半场就开香槟，他半场就开香槟，行的嘛？你不觉得吗？半场开香槟，然后先庆祝了再说，是吧？结果呢？结果反正你忘了，世界都得很，先说先赢，这个也是奇葩了啊，这也是奇葩，因为你不是一个小国，你不是乌干达，你不是阿敏，你是华盛顿的这个川普，你在全世界是有一定这么搞成这个样子，到底炸的结果怎么样子？罗生门。那过去在这个影像不发达的时代里，你可以去吹牛，现在不一样，现在卫星到处跑，而且我只要愿意付钱，我用商业卫星，我就可以拍到如此清晰的画面。所以现在罗生门很好玩，就是引用图案的，或者是媒体，或者是这个什么一些情报机构都告诉你，只炸了，炸了什么？是有炸，那炸出什么结果？反正美国说有炸坏了，那其他说没有。那现在就好像有一天在很小的时候，哈雷彗星经过台湾，我带我孩子那时候还很小，去垦丁看哈雷彗星，我们全场所有人都没有看到，只有他们2个孩子坚称他们看到哈雷彗星。这跟小孩子的讲法有什么不一样？对，小孩子坚持有嘛，那你怎么你不靠西罗阿姨了？一个国家一个堂堂的大国搞成这样子，是会给人家笑的。同时，我也可以跟你这样讲，伊朗这一次核武研发定了，对，绝对定，因为我研发到一半，我研发到我自我的控制没有用嘛，人家说杀就杀，所以当我有了，你们反而不敢杀嘛。对，就是这种想法。我保证伊朗一定会研发，就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去给他加的啊，这是当我没摸没干啊，瞪点瞪出啊，你一定要把它给当出来，因为他清楚了，节制对他是没有，而且他是有能力的，他不是那个什么，不是吹牛，他是有本事的，但是同时全世界也都看到了，看到了几件事情，美国、伊朗、伊拉克都受不了了，这是他的特点，所以再撑下去，美国的犹太势力会把川普给炸掉啊！无论如何这样呢，那伊朗呢，大家都然后以色列那事实上每个人都怎么样子，都很痛苦。像这电影我们看到，打了1拳，事实上他已经内伤了，可是，在前台必须要怎么样子？盯着，我还盯着，事实上已经都内伤的一塌糊涂。尤其是以色列，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本土如此的被摧残过。所以以前以色列说是境外战争啊。这哪次这一次是境内的攻击，所以大家呢都看到，你们通通都受不了了。同时，世界也在看到的一就是，以色列没有收得那么强，伊朗也没有收得那么就在一副好像是拼命三郎，什么都会恶搞不改。那美国呢，很抱歉，也没有人家想的那么有本事。虽然美国这次也展现他的本事，比如说他的战略空军轰炸能量。平常心讲，世界要找 No.2大概除了俄罗斯勉强还可以撑上以外，连中国大陆在这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攻击，可能都还有一点距离，尤其要透过空军来完成。那至于说从本土要飞这么远的地方，所谓的隐形战机等等，也都告诉我们别相信，因为你只要加油就没有隐形。对。加油机看得到，你只要加油，你就没有引擎了。你的引擎，也就是说，你的引擎战机、引擎轰炸机必须迁移到你不用加油可以缓程的地方，否则你那个引擎是没意义的。更重要的，它的载电量是有限，它的这个攻击能量有限。为什么？因为它要引擎，所以它不能挂弹，它必须要放在那个护墙里面，那个它是有限制的。所以等等呢。
这一些放在一起，就告诉我们这一场仗都给很多国家学习，而且不用付代价学习，都别人花钱了，那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一些事情。所以从世界里面呢，是看到了很多的事啊。那么呢，我们可以发现，战争啊，发动很容易，收场很困难，这时候包括台湾，我们要严重的警告，现在台湾在做很多准备要打一仗的样子，经不起打，不能打，打很简单，收拾很困难。来，请教姜老师。好，美国和台湾都自诩为民主国家啊，民主选出来的领袖，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民主国家的领袖啊，都是大嘴巴，也很麻烦。大家还记不记得1996年台海有飞弹危机的时候，当时的李登辉总统也跳出来说，叫大家安啦，免惊啦，说什么呢？他说那2枚飞弹啊，落在台湾南北海域的都是哑巴弹啊，空弹，不是真的。那这个是他讲的话是真的，不过呢是泄密，所以解放军的一个高级将领后来和他的其他人就被扫荡、被清除，所以我们的间谍线呢就断了一些。这种随便讲话也真是。那刚刚提的2位来宾都提到说，这个伊朗可能要决心发展核武啊，我想这也是真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川普第1任的时候，他起先跟北韩金正恩这关系不好，2个人也是互相骂来骂去，然后他也派了3个航母舰队去北韩外面去这个东海那边要威胁他，也是说要打他。后来呢，有所顾虑就没有。那最后，北韩发展出来核武了，那川普也只好退让改口，2个人还握手，还说彼此爱对方，来写这个情书的信啊。然后川普也不讳言说北韩是 nuclear power， 是核武国家。所以这一点呢，大概伊朗看在内心。那美国和以色列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看这个网上有很多评论。有的人说，哎呀，这个美国被以色列控制了，被他利用，被犹太人体系利用了。但是也有一派人讲呢，说其实也是美国利用这个以色列来完成他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讲起来大概就可以说是尾巴摇狗，狗摇尾巴，这2个美以是互相在利用啊。那说 IAEA 他的这个署长早就说了，说其实伊朗是没有发展到要能够达到造核武的地步啊，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后续看要怎么收场吧。其实呢，对于伊朗来说，他们当然很清楚自己线下要做些什么。来，现在伊朗的防长他是去哪里？他去了青岛，来这边干什么呢？不是参观中国军舰而已，他是要参加上合组织的防长会议。好，这回在青岛举办。那大家来这边，其实呢，不是只是来开会而已，顺便看一下052D 飞弹驱逐舰。好，讲到这个飞弹驱逐舰呢，其实伊朗防长还蛮有兴趣的。他来这边呢，也讲说他3月的时候呢，他们的司令曾经登上052D，那个时候就有讲说中国军舰感觉设计水准还蛮高的，甚至他们的空军司令呢也曾经在珠海航展的时候亲自试驾过歼10 C1 战机。这一次呢，他来到这里看052D 型的飞弹驱逐舰，大家也在问说，那之后呢会不会在目前线下的环境这个区域的政治领袖之下呢，会之后敲单，甚至还加码红旗防空导弹呢？毕竟可以看看巴基斯坦先前是怎么样的一个订单嘛。目前伊朗防长呢，他到了中国也还点名了，说希望中国能够主持公道。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连日来受到袭击，他也有看到中方的发言，但他说了，现在虽然是停火的局面，可也希望中方这边能够发挥区域的影响力，让这个局势能够更加稳定。但是跟中方发文的不是只有他们还有川普川普呢，他在协调完这个停战之后，马上发文说：“哎呀，太好了，霍尔木兹海峡呢没有受到影响，那中方也可以向伊朗买石油了。”可是
不是被制裁不能跟伊朗买东西吗？白宫马上跳出来澄清说，没有哦，我们并没有要解除他的制裁，我们还是希望继续制裁伊朗，因为他先前2月的时候不是说吗，要给他全面性的压制制裁吗？现在是有持续制裁的，不是说你可以跟他买了。反正这一次伊朗的这个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事，大家看到背后有一些大国的影子。军事人员就出来说，伊朗的飞弹为什么这一次可以突破以色列的铁穹？有人说到骨子里面呢，说其实有中方的血统，说是在1988年两伊战争之后，伊朗有从中方这边获取了制造的知识、还有技术以及反舰飞弹的基础设施，所以他们认为这里面是有中方血统的。但是这一次，确实啦，现在瞧出来的停火是川普出来讲的，但是呢，川普出来讲话，然后把它比喻成2个小孩在打架，这样透懂吗？来听听看。They're not going to be fighting each other. They've had it. They've had a big fight, like 2 kids in a schoolyard. You know, they fight like hell. You can't stop them. Let them fight for about 2-3 minutes, then it's easy to stop them. And then Daddy has to sometimes use strong language to You have to use strong language.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have to use a certain word. Mark Rutte, the NATO chief, who is your friend, he called you daddy earlier. Do you regard your NATO allies as kind of children? No, he likes me. I think he likes me. If he doesn't, I'll let you know. I'll come back and I'll hit him hard, okay? No. But do you He did it very affectionate. Daddy, you're my daddy. 好，所以现在又在酸吕特。吕特当时给了他一个，哎呀，对对对，很赞同你。结果呢，我们就是这样全文的给你听，然后你看看，川普现在反而说，对啦，吕特对我很有感情啦。反正他就叫我爸爸啊。这个一讲，你知道吗？让记者这样问，旁边卢比欧，看看这个画面，那个国务卿卢比欧是笑到一个不行，差点都要弯腰下去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也没想到川普会这样讲，但因为他是川普，讲什么好像也都不奇怪。反正这一次呢，其实川普去北约就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我只去一下下而已，因为我很忙。好，北约呢在你来之前，吕特据说还私讯给他说：“恭喜你狂大胜利，大家都要把军费提高到5%。”川普来了，当然开心啊，说哪有啦，这个是所有人的大胜利，因为我1年多来就一直很要求这件事情嘛。可是有人不合群呢，西班牙现在不想让国防支出升到经济的5%哦，原因是因为呢，桑切斯讲说，我顶多就是2点多而已啦，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多了。川普直接告诉你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在进行贸易协商，我到时会让你付出加倍的代价。这次的北约跟以前不太一样，有媒体观察到了，说以前的北约就很喜欢提到中国，这一次说为什么联合公报里面可能不会提及中国，原因是因为要顾及华盛顿方面，不知道说呢会不会跟川普存在潜在的冲突，所以我们就干脆避免阻碍联合公报的达成。所以川普对于中方有不同的意见吗？回过头我们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伊朗防长，他去参加上合的防长会议，也参观了052D。052D 会不会买，真的不知道。因为第一个表达意愿的是沙特，对，结果中国到目前还没有卖啊。因为你如果卖给沙特军舰，会卖伊朗吗？它的对面就是伊朗，对啊，那伊朗也会有意见啊。那你现在如果卖给伊朗，那对面就沙特，沙特就不买了。所以这个就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了啦。就他有时候会考虑到地缘政治敏感的问题。那这2个国家就在对面啊，你怎么办？而且对面还有卡达，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当然伊朗有做反省啊，因为事实上他这次最糟糕的就是防空体系非常脆弱嘛。那有人去追原因啊，说他用的中国卖给他的雷达竟然是 JY10啊，JY10是2005年的产品，那人家就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伊朗后来都不再跟中国买新的版本？因为中国后来到现在20年，他总共出了5个新的版本，伊朗都没有买，因为伊朗说我要自力更生。他跟俄罗斯也有买啊，只买到 S300。那事实上他跟俄罗斯关系是非常好的。对啊。他说要买 S400，我认为俄罗斯会卖他。可是他真的就是没有买，所以我觉得他这次终于知道
自己做的东西不行了啦。因为他的防空真的太弱了啦。坦白说，他的空军也很弱了。他的空军目前最好的战机，竟然是 Tom Cruise 的 F-14，这次也被炸了。2.5代耶，以色列是 F-35哎，你怎么打？所以我觉得他恐怕也得到一些教训了啊。不过这也见他的财政能力了。对啊，因为很穷嘛，没钱所以也没有那么容易了。说实在啊，那至于川普去北约啊，我认为北约有很多国家本来就不可能把国防预算弄到5%了，因为他们又不可能被俄罗斯打。西班牙历史上俄罗斯有打过西班牙吗？远了一点啦。我跟你讲，连意大利都不想出这个钱呐。我跟你讲，会有不少国家，欧洲一定是不一致的啦。那最接近俄罗斯的叫波兰嘛，波兰自己在去年就已经主动加到4.3% 了，不是吗？还有立陶宛嘛，波罗的海3小国，我认为目前大概就是德国啦，因为德国还是有野心要当老大啦，所以德国说他愿意到2031年加到5%啊，可是我认为会有很多国家不愿意了啊，那我就不相信到时候川普真的能够用贸易战来逼着人家把那个国防预算加到5%，我觉得这个又在吹牛了，这没办法啊，那3不5时就要吹牛一下啊。那你知道他怎么过日子？是啊，他可能就想说，你这边不给我没关系，我用另外的方法，反正那笔钱我一定要。哎，是这样讲吗？来请教盛峰老师。这个那以前我常常讲说，世界有印度，人类有欢乐。现在啊是世界有川普，有没有？啊，人类有惊奇啊，就这样子。首先呢，025D 啊，这一艘中国大陆做的驱逐舰，它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神盾舰，应该是算中型了。但是它基本上它有外销的版本，卖的也蛮多。现在要怎么卖，大概不是问题啊。事实上，很多人也想买的原因，第一个便宜，第二个先进，第三个后续的这个原材料，就是零件的补给啊，是比美国的方便多了。而美国现在没有新的，现在世界能够造盾级的，而且不断造出来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它这一个呢是很具有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啊。第二个呢，到底飞弹呢，就是伊朗的飞弹有没有中国的血统，我不敢保证。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当 GPS 被关掉的时候，所有的伊朗的这个导弹呢是谁导航的？各位想想啊 ，GPS 被关了，对吧？那是谁导航呢？啊，所以飞弹有没有血统不知道，飞弹很重要，但是那个导航是很重要。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波湾战争的时候，为什么飞毛腿是没用？因为飞毛腿没有办法导航嘛。爱国者飞弹为什么那么精准？因为它一发射到击中目标是多少颗卫星的导航嘛，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那么神准？该神准的地方都很神准，谁导航的，应该全世界都很清楚。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未来整个的空战啊也好，整个的新的战斗形势也好，这种远距离的战争、超世纪的战争里啊，我们可以发现，它很多东西是在改变了。现在已经不再是动力，就是我的飞机动力有多强，或者我驾驶员的这个什么格斗能力，就像捍卫战士那格斗能力有多强。现在不是，现在可能是资讯啊决定一切。就像签字，连对方都没看到，就把对方给干掉了。靠的就是什么？靠的就是一个资讯。那资讯里面有太多的部分，从雷达到这个卫星，对吧？到这个电控等等在内。那再过来呢，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也是将来决定的一个方向。因为所有的资讯那么多，那你怎么判断？所以必须要人工智能帮你做判断。判断了之后，你操作者在做最后的阶段。浓缩出来的资讯我来怎么来做？那假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资讯、人工智能数位化、卫星这个导弹生产力等等加在一起，你觉得现在世界未来在这一方面的领导者会是谁呢？很清楚的答案已经当然是中国大陆又扮演领导者。所以也就是我还是要拉回来看所有的问题，我们当吃瓜群众之外，要觉得我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我们要知道。我们对手是谁？
假如你认为对手是中国大陆，你视他是什么？不管你的定位是什么，那你总要了解他、认识他，而不是自己活在自己的环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就像我们最近一直在海鲲号的那个潜艇测试，还没沉下去了啊，什么时候浮起来也不知道。那么呢，是不是一定要在巴烧会这样做不可吗？可能10几年前认为是这样对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这样做对吗？可能是要再考虑一下。那最后想到了民主选举，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结果，这些领袖越来越失格了。你说李特这些话，平常心讲，我也应该这样讲，是失格了，话糙，但是理不糙，他没有说错。这两个在那里打架，打了大半天，都想停，不知道怎么办。那老大说停了啦，好了，停了。你不是，所以话糙理不糙，只是这个话是蔡奇亚滚的话，是蔡奇亚夫人的话，不应该是一个国际领袖应该讲的话。请教江老师。好，伊朗和以色列的这12天战争，虽然说伊朗的反击好像也蛮厉害，把特拉维夫还有以色列很多地方也炸得稀烂啊，可是整体来讲，我们大家都会公认的说，伊朗是比较吃亏输的一方。那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没有引进中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比较先进的武器，所以表现好像还不如巴基斯坦对印度的这一战啊。但是如果仔细探探这些伊朗过去和中国的关系啊，其实不是那么稳固。他们过去曾经签了一个就是等于战略合作伙伴的协议，然后中国说要投资好像是4000亿美元之多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引进这个武器系统啊。这是因为在伊朗的执政体系里，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倾向西方的，比较想要向西方靠拢啊。这点在俄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他们也有这样的幻想，说还想要加入欧洲，要和美国呢维持好的关系啊。伊朗坦白说也是有这样子，而且他跟中国的这些合约啊，常常有翻来覆去啊，所以让中国呢也很烦恼啊。这是他今天没有吃亏的地方。至于他去参观了052D。他的空军司令前一阵也有去参观歼10C 啊，也看看会不会买呢？我看也未必啊，可能伊朗呢还会考虑很多。他现在是呼吁中国出来主持公道，中国当然罕见的在联合国还有在外交部发文都谴责以色列啊，那这一点呢是中国很大的一个转向啊。至于说到军事支出啊。我当年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们的长官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军事支出的这些投资，买坦克、买枪弹，买了基本上呢就是等着折旧啊，所以它并没有建设性的用意，除非你这个国家有你自己的军工企业能够生产、能够制造。那全世界这样的国家呢，主要就是美国嘛，德国、英国，大概法国有一点啊。那主要就是美国，美国为什么要叫欧盟这个北约国家都要把它的军费提高？他知道的很清楚，因为提高之后你要买武器，多半是得向我买的，所以我的军工企业呢可以大赚一笔钱。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个俄国和乌克兰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拜登呢兴致勃勃去参观美国一个军工厂，就是做那个飞弹、做火箭的。然后称赞那里面的作业员，说你们是捍卫民主、捍卫自由。其实骨子里是什么？是说这个呢，我们赚钱了。所以美国军工企业是赚很多钱，但是美国也很聪明，他在跟各国在讨论所谓贸易逆差、顺差的时候呢，他都说我卖给你武器，这个不能算。那同样的，他的所谓服务性贸易，他赚钱。他也说不能算啊，全部呢都要单看货物贸易的支出是什么，是他赚的钱多还是赚的钱少？不
不过我必须说，美国人其实某种层面上是蛮务实的啦，然后也很精明哦。原因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呢，如果您是篮球迷的话 ，NBA 迷今天很多人都在意，选秀震撼弹，因为呢又再一次看到了中国球员，而且是第1轮就获选啊。这一位他的名字呢叫做杨汉森，来自于对岸，他是个中锋，所以这次是拓荒者选中他，也很多人很惊讶，因为拓荒者里面已经有好几位中锋了。那为什么选中他？而且呢，还是在首轮第16顺位就直接挑中他，大家就开始在讨论。毕竟他的上一位已经是2007年，所以呢，这已经算是这10几年来又再一位有中国籍的球员，破纪录的第1轮就进到了 NBA 里面。大家问看中的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则是现在如果讲到了中国市场的话，很多人讲的就是稀土，因为这一波跟美国对打当中，让大家看到了，确实中方在稀土市场上面有蛮大的一个话语权，而且呢，外媒讲了，现在他还进阶嘞，他要求这些稀土企业要提供技术人员名单。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就讲到，这其实是什么？我要求这一些个人信息，是不是就表示要确保他们不会出国泄密，要关切他们的动向呢？坎贝尔以前大家讲到他，会说他是亚洲沙皇，说他是亚洲通、中国通，很了解。好，他现在讲美国在他看是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减少对中国在稀土还有其他供应链的依赖，所以他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是叫做不要低估中国。瑞银方面的预估则是什么？说美国对大陆的关税呢，年底有可能会降到30%到40%，而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中方的稀土优势发酵所会带来的连续反应。其实除了稀土之外，现在说中方还有另一张王牌，那张王牌叫做无人机零件。好，原因是日经亚洲就报道了，说其实从9月，也就是去年的9月，北京寄出出口许可新制之后，有部分的无人机零件呢，它基本上它就不让它放那么多量出去。那你要知道，中方的无人机在世界上面，它的这个整个市场占有率也是70%左右。那它把零件给卡住之后，那量少价就会升。好，标多少？标3倍到4倍。所以呢，那个其实看到的是它对于无人机这个产业供应链的控制、战略控制能力。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呢，很多地方其实呢，出口量也都减少了。比如说无人机的引擎、马达、雷射的导引器以及电子干扰装置等等，那量少，单价也是标大概有3.5倍左右。好，这一些都是让大家看到你以前所看不到的中国市场控制力。而再者，中国科学家现在说他们研发出了一个新科技，这是传出啦，在撒哈拉沙漠呢不需要冷却运作的雷射武器。他们说呢，他们开发出一种2000瓦的光纤雷射器，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自转极端气候，然后所以呢他就发现这个武器它是可以在极端气候之下运行，因为它不需要加热或者是冷却，也表示它的作战的范围领域可以越来越多。这里面用的又是他们特有的铱这个稀土元素，所以因为他们在全球产量2/3以上，所以呢，他就用这种特殊的分子量子结构来做出他们现在能够研发出来的这个雷射光纤雷射器。而在沙漠里面呢，其实之前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他们慢慢的在让它绿化。现在呢，这个绿化不得了，沙漠要消失了。这个是呢，说中国有一个地方死亡之海，也就是毛乌素沙漠，在陕西跟内蒙古的交界处。好，这个地方呢，其实先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做沙化土地的治理率，已经现在达到93.24%，也就是说呢，快要把整个沙漠地带通通都变成绿化了，变成塞上江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场景你会很难想象，你可以看到蟹，他们开始在送螃蟹，然后呢，还有黄河大闸蟹的生态养殖区，以及呢龙虾，这个是龙虾哈，这个是澳洲淡水龙虾的养殖基地，甚至呢，现在这一些算是高单价的海鲜，有很多的韩国客跟越南客已经来这里买这种贵族虾，这个是以前我们讲到沙漠会想不到的点，现在呢说透过科技他们做到了。回过头来，只是要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今天
我看很多新闻快讯都播了 NBA 选秀，中国球员第1轮就获选，这是10几年后第3人。杨汉生因为外界本来评估他是36到40顺位，结果第16就被选中了，所以这个大家感到意外啊。那其实他条件是非常好的啦，216公分，113公斤啊，然后在 CBA 就是中国自己的 NBA 了啊，113已经连续多届是全明星、最佳防守啊，还有年度最佳新秀啊。那每一场平均拿到16分、10个篮板，还有2.6到2.8次的封阻，所以其实是有条件嘛，不是没有条件嘛啊。那当然，这个波特兰队为什么选他啊？这个100%当然有中国市场的考虑啊，这有什么稀奇？本来就这样啊。那只是说这个，因为事隔很多年了，那大家比较好奇的是，那是这姚明之后，中国都没有类似的球星吗？其实这也有可能哦。你不要以为亚洲的能够出个球星是容易的事啊。比如说那个，就像日本的那个职棒一样嘛，你真的会被美国选中，其实也不多所以我是觉得，我认为他是真的够优秀了，所以我们不要只用市场来考虑，那是加成效果啦。不，因为中国市场一直在那里啊。对啦。那为什么姚明之后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个人条件应该是蛮好的啦。是。那其实稀土跟这个无人机的零组件这个就是一种美国没有想到的科技战因为美国人想到的科技战都是我做得出来，你做不出来。对不对？对。然后它敏感性高，会扯及军工嘛，所以我就要对你做限制，这个都是瓦森纳协议以来的思考模式啊，那中国大陆，我认为它创造出2种思考模式了，第一个就是我有你没有啊，这个不是科技在哪个环节啊，是我有你没有啊，那这个指的就是原物料。是，所以我有你没有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供应链上的优势那这个学问就大了。如果你对供应链上的优势能够掌握到60%以上，然后要来找美国的麻烦你就要非常小心哦。因为你很容易触犯 WTO。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美国那个。扯到人工智能或者半导体，它都立刻拉到国家安全。对。那国家安全 WTO 审查比较松。是。可是中国大陆这个不一定稀土有些是啦，有些不是嘛。那所以中国大陆就要对 WTO 的法律要相当熟。比如说稀土，它管制出口，它用的理由有些并不是用国安当理由，它是用我要维护我的环境。所以我要做总量管制那这个他以前真的做不到所以2014那一次在 WTO 败诉嘛可是他之后做得到，他现在就是真的总量管制有6大集团，他真的是做得到了所以美国即使到 WTO 去提告也不会赢。不止总量管制，现在连人员都要管制，所以是不是越来把那个口越弄越小，越来越能够控制？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我们讲到中方现在不只是制造大国，它现在甚至呢在科技生态上面也能够把沙漠变不见了。来，请教盛峰老师。这个到大陆长期的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的天空真的是蔚蓝。以前我们只是讲叫做 APEC 蓝，就 APEC 开会才有蓝，不，你现在随时可以看到蓝天沙尘暴，现在沙尘暴的问题不在中国大陆，是在蒙古，因为蒙古它的太厉害了。那中国大陆有几个东西值得我们看，值得去了解的。一个是治戈壁，就是把戈壁跟沙漠是不一样的。
戈壁是一些的小历史，对历史，把戈壁像在银川这个地方，在甘肃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中国大陆，也是未来世界可能蛮重要的红酒产区，而且非常的成功。制黄土就是在陕北高原，我们以前叫面朝黄土背朝天是黄土高原。那在那个地方，现在黄土的绿化那个速度之快，也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再过来就要讲了毛树屋的自杀。毛树屋这个沙漠大概会创造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会被消失掉的沙漠。本来是沙把土地搞掉了。毛树屋有多大？它跟台湾土地差不多，36000平方公里，就将近4万平方，跟台湾差不多。那这个地方的自杀的方法，我可以告诉各位啊，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是做不到的，就只有你想不到。它的方法非常非常的多，用牛粪自杀，它每种还有种那个盐碱植物啊，那个植物会吸盐。那吸盐的这个植物本身又可以拿去再制造其他的副产品产生。那么不止如此，它有很多的这种像什么沙蒿啦、油蒿这种植物啊去竞争。所以依据这样子来看，毛树屋沙漠呢，大概在未来的5年内、6年内，大概会整片变成绿油油的土地，可自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了解中国大陆这些，可能比了解什么飞机啦、坦克啦、什么无人机更有意思，因为这代表一种不只是治理，代表一种治理心态对环境的改变。金山银山呢，这个就是呢绿水青山。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姜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把时间交给姜老师。好，谈一谈这个中国大陆的治理沙漠啊，这个题目呢，我非常的兴奋，因为讲到毛乌素沙漠啊，我相信台湾没有多少人去过啊。我带过台湾学生去啊，到达了这个鄂尔多斯旁边，就是毛乌素沙漠。我们走内蒙古，举办一个活动叫内蒙古大漠生态研习营啊。我带多少学生去，你知道吗？研营带63个人，很大团哎。大陆的海协会认证是台湾单一大学赴大陆人数最多啊。那我们那边参观了很多都不是景点的这样的地方，也包含这个大片的沙漠。我去主要是一个原因，我在瑞典念博士的时候，我的论文的树种叫欧洲赤松。后来我去加拿大做博士后，发现欧洲赤松在加拿大也有。那我回台湾来任教，我无意中得到消息说大陆也有这个只是它的名字叫张子松，其实是一样的。